蓝忘机被魏无羡的眼泪烫得缩了一下，魏无羡成功的把那块手表摘了下来，常年不见天日的皮肤显得有些变态的苍白，而那块手表下面一道蜿蜒的伤疤映入眼帘，伤疤不细，可以看出蓝忘机下手多狠。魏无羡憋了一晚上的情绪轰然崩塌，整个人一下子崩溃，眼泪不要钱的似的往下流。他手指颤抖着，轻轻地碰了一下那一道伤疤，蓝忘机皱着眉下意识就要缩，魏无羡一下子就把蓝忘机的手腕抓住了，也遮住了那一道伤疤。他哭的眉毛、眼睛、鼻子那里都是红的，而且还有些喘不过来气。魏无羡现在整个人都处在崩溃中，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悲伤的情绪中。蓝忘机动了动自己的手，但是他的手被魏无羡抓着动不了。魏无羡把额头靠在蓝忘机的肩膀上，他闻到了久违的檀香味道，那是只属于蓝忘机一个人的。别哭了。魏无羡哭得喘不上来气，蓝忘机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，但是魏无羡的反应让他有些束手无策。傻不傻呀？疼不疼啊？魏无羡声音哽咽，这人怎么这么傻呀？是不知道疼吗？那么长一道口子，是怎么下得了手的呀？魏无羡到现在还出不来，哭得眉头都发红。要是搁以前，蓝忘机怎么可能会让魏无羡哭成这样？但是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哄他了。他之前病的那一段时间里，似乎已经遗忘了那些对他的本能。蓝忘机就静静地坐在魏无羡旁边，等着他慢慢地平复心情。过了好一会，魏无羡才慢慢不哭了，但是手一直抓着蓝忘机的手腕，说什么都不松开。魏无羡哽咽着说不出话，他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”蓝忘机了一声，并没有解释什么。魏无羡情绪还没缓过来，他说：“你不是答应我的，好好生活吗？你不是告诉我你好好生活了吗？”蓝忘机又了一声，声音有些清淡：“再好好生活。”魏无羡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了，他说的好好生活了，是在他在鬼门关回来的时候才决定好好生活的。他之前虽然嘴上答应着魏无羡，但是他之前没有做到。魏无羡道：“你骗我。”蓝忘机眼里闪过一丝疑惑，不明白自己又骗他了，说道：“没。”魏无羡难受的不行，说道：“好好，你没有。”蓝忘机挣脱开魏无羡的手，把地上的手表捡起来戴上，遮住了伤疤，说道：“没什么事，我就走了。”魏无羡没反应，蓝忘机以为他答应了，起身就要走，现在估计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忽然，魏无羡抓住了他的手，温热的指尖碰到了蓝忘机冰凉的手。天气已经回暖了，但是蓝忘机的手还是凉的。沙哑的声音传来：“我之前和你说的，我在追你，不是说着玩的，我就是在追你，我想和你重新在一起。这些伤害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弥补，但是我会一直陪着你，我会一生来证明，是我在追你，你也可以不答应我，但是我会一直追，我没有在开玩笑。”蓝忘机回身，看见魏无羡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面还带着泪光，但是神色特别的坚定，他确实没有开玩笑。不用了，你也好好生活。声音还是很淡的，听起来并没有把魏无羡的话放在心上。魏无羡道：“你不相信我吗？”蓝忘机蹲下来，把魏无羡从地上拉起来了。他说：“我应该相信你什么？你之前和我说过的话都是假的，但是我都相信了，后果我也承担了。”魏无羡苦笑了一声，他说：“果然是我自己自作孽不可活。”蓝忘机皱了皱眉，他不喜欢这样的话，说道：“不是，但是又没有想到什么好的说辞，干脆就不说了。”好了，我要回去了。魏无羡这次没有拦他，把蓝忘机放走了。他现在不能着急。蓝忘机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说，也没有问魏无羡是从那里知道的这些事情。太难受了，太痛了。他想起江澄之前说过的话，全部都是夸蓝忘机的。23大学毕业，24进入蓝氏集团，成为了总裁，最年轻的一位总裁。蓝忘机这一生似乎都是顺顺利利的，继承家业也是顺理成章。想到这里，魏无羡闭上了眼睛，眼泪顺着眼角滑过。蓝忘机曾在21岁自杀未遂，才决定好好生活。之后魏无羡不知道从那里得知蓝忘机的住处，天天下班没事就往蓝忘机住处跑。起初他没有钥匙，蓝忘机也不给他，魏无羡还就是个脾气犟的，就坐在门外面等着蓝忘机回来。
有时候蓝忘机加班加到9点半10点，魏无羡就做到10点，实在是把蓝忘机磨得没办法了，就把自己的钥匙给魏无羡了。魏无羡开心死了，他说：“我虽然不会做饭，但是我在国外还学了几道西餐，我做给你尝尝啊，怎么样？”蓝忘机道：“我不喜欢吃。”魏无羡有些苦恼，他不会做饭啊，做出来的饭根本就不能吃，但是蓝忘机做饭就很好吃，他已经很久很久没吃过了。蓝忘机道：“你不要没事就往我家来。”魏无羡脸皮厚，他笑着说：“好嘞，我没事就往我们家来。”说着还甩了甩手里的钥匙。从此以后，魏无羡真的就闲得没事就往蓝忘机家里跑，早上也是，他早早都就起来了，去买早饭，还给蓝忘机带了一杯热牛奶暖胃。日复一日，蓝忘机发现他每天早上都有一杯现成的热牛奶和软乎乎的早饭，魏无羡肯定是下了功夫的，那些早饭都是有营养的，而且能1个星期不重样。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的热牛奶。天气越来越暖和了，魏无羡的热牛奶就变成温的了，他怕蓝忘机喝凉的会胃疼。魏无羡现在也会做一些简单的早饭，但是基本蓝忘机也不会吃，家里的阿姨会给蓝忘机做营养餐，说实在的，比魏无羡做的麦香好多了。蓝忘机接过魏无羡手里的温牛奶，声音依然淡淡的，问道：“你累吗？”魏无羡笑着说：“不累啊。”蓝忘机抿了抿唇，把牛奶又还给了魏无羡。他说：“可是我有点累。”魏无羡啊了一声，接过牛奶的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些烫手。蓝忘机道：“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以后不用给我带早餐了，阿姨会给我准备早饭，你自己好好吃饭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我有好好吃饭。”蓝忘机嗯了一声。魏无羡歪着头笑了一下，满眼苦涩：“是嫌弃我太烦了吗？”蓝忘机摇了摇头。魏无羡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那就是不想见我了。”蓝忘机没有说话。魏无羡道：“不行，我还是要给你面前晃，你中午回来吃饭吗？我给你做饭啊。”蓝忘机摇了摇头，拒绝：“你不会做饭，别勉强自己做一下不喜欢做的事情，我中午不回来了。”魏无羡说道：“没有，为什么不喜欢呢？我很喜欢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你不喜欢？”他之前太理解魏无羡了，他根本就不会做饭，柴米油盐酱醋都分不清的那种，他也不喜欢，图个方便就喜欢点外卖吃。魏无羡道：“那我晚上再来。”心里虽然有些失落，但是魏无羡并没有表现出来。没法说，蓝忘机就不再说什么了。到了晚上，蓝忘机回家的时候，家里的灯没开，估计那人不在。蓝忘机松了口气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一进家门就闻到了一丝丝血腥味，其实很淡很淡，但是蓝忘机就对这个味道特别的敏感。